5月初，好莱坞的编剧们发起了全面罢工，让许多在制作当中的影视作品都纷纷停拍。而且这场已经延烧超过半个月的罢工，至今都还没有缓解的迹象。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样下去之后会不会闹剧荒，没有剧追了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好莱坞编剧罢工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5月1号晚上，美国编剧协会 WGA 代表全美1万多名编剧宣面发起全民罢工，要求好莱坞各大片场改善编剧的工作条件跟待遇。这场罢工几乎延烧了整个好莱坞，让各种影视制作纷纷停摆，包含了影集《冰与火之歌》前传、《使女的故事》延伸剧、《怪奇物语》第5季，还有漫威电影《刀锋战士》等等的影视剧都传出了暂停制作、延后上档的消息。同时呢，编剧们也跑到在 Netflix 啊、HBO、迪士尼、华纳兄弟等等的影视公司门口抗议，而且呢，获得了不少大人物公开力挺，像是乐团 Imagine Dragons 呢，就到 Netflix 公司外面举办小型表演，表达对于编剧们的支持。奥斯卡影帝 Tom Hanks 也在采访当中强调编剧对于好莱坞的重要性，就连美国总统拜登也正面表态，表示希望编剧尽快获得应有的公平待遇。那这些好莱坞编剧到底是为了什么而罢工？这样罢工又会造成什么样子的影响呢？在开始今天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你有听过光纤到府吗？如果你喜欢打电动、追剧，又或是常常 work from home， 对于网络品质有要求的话，欢迎参考大大宽频推出的大大旗舰方案。这个方案会把光纤网络直接从机房送讯号到你家，中间不经过其他的设备，让你想要比 cable 啊或是 ADSL 更快、更稳、更安全的网络。而且现在申办不用跑实体门市，透过大大宽频的数位门市，24小时都可以申办。如果你选择旗舰方案，1个月1000+，还享有数位电视、WiFi 6的机台免费租用、HBO 电影套餐免费观看的大礼包优惠。如果只想要单纯上网，也有每月500元的虎速方案可以选购。有兴趣的话，就点击下方的链接到官网看看更多的方案，线上申办吧。现在美国大部分的编剧都在罢工哦，人数大约有11500名，他们都是 WGA 美国编剧协会的会员。那这个 WGA 简单来说就是由美国影视节目编剧所组成的工会，它会代表入会的编剧去跟好莱坞片场协商工作待遇、争取保障还有福利制度。而 WGA 最重要的一项任务就是跟好莱坞300多家影视制作公司组成的影视制片联盟，每3年重新签订一次基本协定。这个协定的内容是规范片场跟编剧合作时的劳动条件，包含了最低基本工资、纠纷仲裁程序、养老金等等福利，还有影视作品各种收入的分润方式，像是授权电视重播的费用。那如果呢到了要签约的时候，这些条件一直都谈不拢， WGA 就会透过内部会员投票来决定要不要发起罢工，来争取编剧的权益。美国影视编剧的主要收入呢有2个，一次性的剧本费跟授权不同载体所得到的重播费。而 WGA 至今发起了6次罢工，每次都跟这个重播费有关。所谓的重播费呢，概念上面有点类似版税。简单来说，就是影视公司在把一部作品授权给不同载体播放的时候，要支付给编剧的那笔钱。那随着时代的变迁呢，一直有新的载体出现，渐渐取代旧的载体，也改变了影视作品的收入来源。因此 WGA 呢也一再透过罢工的方式去争取新平台的重播费。像是1960年电视开始普及的时候， WGA 就为了争取电视重播费发起首次的罢工。接下来他们又透过3次的罢工，陆续的争取到了录影带、有线电视频道等等载体的重播费。而上一次2007年的罢工诉求也是调涨 DVD 重播费跟订定网络下载、串流等等，这些当时还很新的新媒体重播费。那虽然最后 DVD 重播费没有涨哦，但在新媒体上面他们争取到了比 DVD 更高的重播费。那到了今年呢， WGA 也再度因为重播费发起了事隔15年的大罢工。WGA 这次罢工的一大诉求是增加串流发行的重播费。他们发起罢工的原因是串流平台给的太少，导致编剧面临生存危机。统计指出，今年因为串流兴起，美剧的产量创了新高，但是呢，把通货膨胀列入计算之后，编剧的薪水却在过去的5年内跌了14%。WGA 表示，现在编剧帮串流平台写剧本所能够拿到的重播费严重的低于过往的行情，因为串流平台的原创作品呢，基本上都是独家上架，这也就意味着编剧拿不到其他通路的重播费。
而且这些作品还是串流平台自己制作、自己发行的。在这种左手卖右手的状况之下，发行的授权金就可能会被故意的低估，导致编剧拿到的重播费跟着变少。尤其像 Netflix 等等平台呢，还拒绝公布点击数字，让编剧更难去评估作品的价值。此外 ，WGA 也指出，串流平台最近还很常雇佣人数少、工期短的编剧团队，以低成本、高强度的方式，快速的生产测试用剧本，来帮助他们判断一部影集到底要不要投入制作。但这也就表示，剧本写完之后不一定会被拍成影集，而且就算拍了，也未必会找原编剧继续执笔。那编剧很可能呢，就只会收到剧本费，拿不到重播费，工作也比以往更加的不稳定。所以 WGA 呢也要求在协定当中，针对串流平台订定最低工期天数，还有最低编剧费的标准。那除了钱的问题之外，这次 WGA 还有一些其他的诉求，像是因为担心 AI 创作技术的崛起会影响到编剧们未来的生计，而要求增加限制 AI 使用条款。另外呢，也有针对工时啊、编剧团队人数，还有医疗保险等等的福利制度提出改善要求。但无论是片场这方或是媒体分析呢，多半都认为编剧的这些要求，片场现在很难去满足。针对 WGA 的诉求呢，片场这方也给出了自己的解释。Netflix 表示只要作品在平台上面，就算点击率很差，编剧还是会持续的收到固定的重播费，这等于是一种基本保障。而且 WGA 自己的数据都显示呢，2022年美国编剧收到的总重播费创下了历史新高，其中呢更有45% 是来自于串流平台。另外，影视制片联盟也表示，他们不是不愿意增加编剧薪酬，而是 WGA 整体要求太多，现在景气又不好，所以他们很难做出编剧要求的重大改变。那针对于片场这帮说法 ，Variety 等等媒体就指出，编剧整体收到的重播费变多呢，主要是因为影集的产量变多，但同样写一集剧本，编剧平均赚到的钱其实比以往更少了。至于景气不好这个说法，媒体则普遍认同，因为呢，电视台本来就一直在流失观众，而在疫情期间疯狂成长的这个串流平台，近1-2年来呢，也因为疫情红利退烧，再加上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而面临了困境。像是 Netflix 呢，去年就失去了20万名美国用户 ，Disney Plus 的亏损呢更是一季比一季严重。因此，媒体普遍认为现在忙着开源节流的好莱坞片场们，不太可能同意大幅的提升编剧的待遇。所以双方应该不会太快的得出共识。而且 WGA 过去的罢工平均也是落在100天上下，那这次的罢工恐怕也会再持续好一阵子才会落幕。那么这样的长期罢工对于观众来说又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对于观众来说，编剧罢工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新节目变少。2007年的罢工呢，就导致好莱坞减产，影视节目纷纷停拍或缩短内容，像是《绝命毒师》第1季就从原本的9集砍到了7集。报道普遍认为这次罢工也是差不多状况，所以观众应该也会陆续的感受到新节目变少。而首当其冲的是深夜谈话性节目，因为这类节目的制作周期呢，通常都很紧凑，从开始写脚本到播出多半只有1天或1周时间。所以最近像是吉米·法隆今夜秀、塞斯·梅尔深夜秀、吉米·基莫夜现场等等的节目呢，都已经宣布停播新内容了。下一个可能会断更的，则是边拍边播的 on 档电视剧。有报道呢，就指出美国有几部电视肥皂剧，大概在下个月初就会耗尽库存，宣布停播了。而其他的电视串流影集虽然不会立刻减料，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剧集制作停摆，观众可能到了年底就会感觉到新剧变少，改成这个实境秀，还有国外的影视剧上阵。而至于电影呢，制作时间又比影集更长，而且今年预定要上映的好莱坞电影几乎都拍完了，所以电影的减产呢，应该会来得最晚，也最不明显。那比起观众只是会少一些剧能看对于美国影视产业的人来说，罢工带来的影响恐怕更加的沉重。这次编剧的罢工呢，虽然获得了美国影视工作者的广泛支持，也有很多艺人公开声援但罢工持续下去，对整个产业还有工作者都可能造成惨重的损失。根据报道呢，2007年那一次为期100天的罢工，就导致了好莱坞损失超过20亿美元。当时很多的片场都被迫缩减生产的规模，很多电视频道也因为没有太多的新节目能播，导致收视率还有广告收入大跌。而演员、灯光师、化妆师等等，很多的影视工作者也因此失去了
不少的工作机会跟收入。那至于这一次的罢工，因为还在进行当中，所以具体影响还不太好说。但有分析指出，这次罢工对于好莱坞大片场的影响可能不会像15年前那么严重，因为现在影视作品可以曝光的平台比以前多太多了，所以一部作品的生命周期也变得更长，让片场不再有那么大的压力，要快速的推出新作品来赚钱。而另外呢，串流平台近年也纷纷把影剧制作的重心分散到了全球各国，美国观众也越来越习惯看韩国、欧洲的影视剧，所以美国这边减产呢，威胁应该就没有那么大了。就连 Netflix 都直言哦，他们的新作品数量足够，不会太担心罢工让他们流失观众。甚至还有人推测，这次的罢工呢，可能会加速这种国际化制作的脚步，让好莱坞产业大举外移。我们觉得，虽然这次罢工的原因表面上只是钱谈不拢的这种典型劳资纠纷，但它背后反映的问题，可能是很多人都曾经、正在或即将面临到的问题，那就是怎么样去面对新科技带来的破坏跟创新。这方面是关于我们要怎么样在一次次的科技革新之中捍卫自己的权益，因为每次有重大的新科技出现，就可能造成产业的结构改变，利益的分配也会被重塑，所以很多人可能就要像好莱坞编剧一样，一再争取不同类型的费用。而另外一方面呢，则是关于一种更根本的恐惧，就是如何不被科技取代。好莱坞编剧就是因为担心自己被 AI 取代而想要订定保护规范来预防这件事情发生，那这应该也是很多产业的人最近的烦恼吧。老实说，我们觉得硬性规定不能够用 AI 取代我，有点治标不治本。毕竟科技本来就是发明来替人类代劳的，汽车啊跟扫地机器人是这样子 ，AI 也是。只是我们多少也能够理解好莱坞编剧的想法哦。毕竟在 ChatGPT 刚出来的时候，我们也有过类似的担忧。那么现在的做法呢，是去认识跟使用 AI 哦，因为我们觉得用比较积极的态度摸清楚 AI 的能力跟可能性之后，才会更清楚的知道到底自己有什么无法被取代的地方。另外，好莱坞在这次罢工当中会不会碰撞出什么新的应对方法？我们觉得也还蛮值得继续关注的，因为这种新科技带来的变化还有问题，未来应该也会反复的上演。那好莱坞的做法或许也会是一个可以借鉴的案例。好的，那最后想问大家，你支持好莱坞编剧这一次的罢工行动吗？不支持哦。好莱坞编剧收入呢本来就不差吧，景气就不好，他们不该计较那么多。B 支持哦，受到不合理的对待，本来就该站出来捍卫自己的权益啊，这是可以理解啦。但之后要是没有美剧可以追，我真的会失去很多的快乐。提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好莱坞编剧为何要罢工。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迪士尼政治正确争议以及台湾影视产业的血汗悲剧。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